下驾到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回禀陛下，赵将军惨死在屋中。什么？陛下，我恳请彻查此案。启禀陛下，元芳凭着素来喜欢案件推理，而且有一定的推理判断能力，京城很多的大案要案都是他协助刑部衙门破获的，所以臣保全子彻查此案，为陛下分忧。好，朕便如王爱卿所奏，命元芳彻查此案。京城命官被害，此乃要好生查，切勿怠慢。遵命。弟兄，如果你愿意，一起吧。请。此人是？启禀陛下，此人是当年京城4杰之一狄之训之子狄仁杰，此次乔装前来就是为了一睹容颜。殿前有犬子镇住金马的，正是此人。原来是狄之训之子，难怪这粗布蓝衣也难掩其过人气质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。也好，这案子交给他们俩吧，朕先稍安了。臣替他们2位谢陛下赏识。大家都在此的话，不如让我推断一下，谁的嫌疑最大。刚才我与他们3位在一起，所以可以暂时先排除嫌疑。陛下就不用说了。那劳烦各位，请说一下，刚才你们在哪里，在做些什么？回禀陛下，属下刚才从寺外营地往回赶，在寺庙门口碰到一位小师傅，告知此事。陛下，适才我和太傅大人、王大人一同在商讨感业寺的修缮事宜，没有出去。2位大人可以替我作证。方才我已经派人问过，寺里其他的僧尼均在上晚课，并无缺席。
至于血衣，一定被你扔到后院的某处了吧？张继鹏，陛下，不是臣冤枉啊！来人，诺，把张继鹏关押起来，明日一早回京再审。诺，陛下，不是我呀，冤枉啊！欧阳将军，麻烦你增加人手，保护陛下的安全。诺。怎么？没必要这么沮丧吧？沮丧？什么沮丧？因为我这么快就把案子给破了。京城四少啊，天真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按照你的推断，一切太顺利、太简单了吗？还不如干脆像刚才那个疯婆婆所说，天王降罪，岂不更好？那你认为有何不妥？疑点太多，张继鹏的杀人动机、杀人手法、逃离路线，你都没仔细勘察清楚。还有那把宝剑，不可能无故出现在现场。这些你都没有解释清楚，就判断一个人是凶手。在我看来，好像和疯人疑云没什么两样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提出来？我不说，就是要让凶手放松警惕。这时候他应该再处理一些来不及处理的线索。没看出来，你还挺狡诈的。别愤愤不平，要不要跟我去看看？没必要，这是我的推断。说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怎么？你连那毛头小子的话你也相信？怎么可能是我呀？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大晚上的你到后花园干什么？你也说到了。是啊，拿到这个之后，我就去了花园。
这不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难不成真的是鬼魂在作怪？这不可能！就算是鬼魂作怪，这也赖不到你我头上啊！这当年咱们不也是被人胁迫不得已吗？你说什么？哎，行了，还嫌不够乱吗？依我看，还是人在作怪。我不管是人是鬼，只要惹到我的头上，哼，我绝不放过他。哼，你真是站不住好的腰疼。现在倒霉的是我。我可告诉你，欧阳大人，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我要是倒霉，哼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张建恒，大帅，欧阳将军，息怒啊！哎呀，张大人说的在理呀。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何必相互拆台呢？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那个给我们这件东西、想要我们命的人，就是你啊！好，明天我就奏请皇上。如果真不是你做的，我保你没事。将军。
怎么不会啊？你看那个将军那么厉害，说死就死了。再说了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万一被什么蜘蛛精啊、披头散发的女鬼带走了，我跟谁生儿子去啊？回来，哎，说吧，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没干嘛，我在查案呢。查案？大晚上大树底下，你跟一个尼姑在一块查案，谁信啊？再说了，元芳不都已经查出结果了吗？还说元芳，他能查清楚？他不冤枉无辜已经很好了。王公子晚安。你们都在这里啊，最好小心一点，寺里可能会有刺客，或者说是凶手。笑什么？没，凶手不是被你抓了吗？怎么还会有凶手呢？我说过凶手只有一个人吗？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你，也有可能是你。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去。少爷让我告诉你，不好意思啊。
定是不是张大人。当我正想上前确定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蒙面的黑衣人就跳到我的旁边，刺伤了我，然后就不见了。那这么看来的话，凶手应该是在你来这儿之前就已经把张大人杀死了。你来的时候正好撞了一个正着，所以他是想杀了你灭口吧？也许是这样吧。一派胡言！来呀，把李万清给我拿下！哎，等会儿，他现在还有伤呢，你有点同情心行不行啊？爹，这是干什么？我想，这恐怕是一出苦肉计吧。凶手就是你，李婉清。王大人，说话可得有证据啊！老师，学生自然会有证据。来呀，把张大人的鞋子给我拿一只。诺。来，你们来看。这地下有2种脚印，既然这一排是张大人的，那这一排到底是谁的呢？我想你们大家都应该清楚。李婉清，还需要本官把你的鞋子脱下来作证吗？不用，这个脚印是我的。那你是找了？不，王大人，张大人并非迷女所杀。连你走进房间的时候，看到一把伞挡住了他，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不是张大人，也并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大胆丢女，还敢狡辩！在我们尚未到来之前，这屋子前只有2个脚印，根本没有第3个人来的痕迹。为了皇上的安危，来呀，把他压下去！诺，且慢，我们被凶手算计了。你是在怀疑本官的推断？小人不敢，我只是想诸位看清楚张大人的鞋子。
关进柴房。孩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婉清姐姐，你放心吧，小虎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你的。你现在心也好伤。再走。谁？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少在这给我装蒜！我问你，赵双全和张晋鹏是不是你杀的？我就知道将军迟早会问我这个问题。 20年前那桩事，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。如今已经走了2个，只剩下周大人和我。这真相的确已经清楚。将军难道怀疑我是凶手？你少在这给我装！我看还是现在就解决了你，以免后患。都说你欧阳将军鲁莽愚钝，老朽今日看来，你还真不简单呢。你说什么？是谁在背后如此诋毁本将军？将军，不要性急，诋毁你的人，我早就死在你的刀下了。你说什么？欧阳昊天，不要再演戏了！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你一开始就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把所有的罪名都扣在老夫身上，还搬出20年前的事情做幌子。你不就是想借着此次到感业寺的机会，除掉赵双全吗？周大人，真不愧是吏部尚书啊，巧舌雌黄，信手拈来。满朝文武谁不知道，我与赵双全兄弟情同手足。自宣武门之变之后，我们一直护卫在皇上左右。我要是想杀他，何必等到今天？这就要问昊天兄你自己了。谁不知道骠骑大将军年事已高，圣上近日一直在物色那个合适的继任者。除了赵将军，还有谁能与你昊天兄争宠呢？你少在这给我使诈！你以为你有多清高？中书令一职已悬空多年，周大人就没动过一点凡心？我听说张晋鹏生前已经投诚了长孙先生，你就能坐得住？将军是在欲盖弥彰吧？难道张大人的死也与你无关吗？什么？张大人？你要是硬说赵双全的死与我有关，也许还会有人盲从。可是你要把张大人的死也扣在我头上，这未免太荒唐了吧？将军，你以为老朽那天没有听到你和赵将军的窃窃私语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和赵将军2人一直在担心我和张大人有天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，所以你们索性先下手为强，欲合谋先将张大人害死，然后把所有的罪名都往老朽身上扣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无疑就暴露了你们自己，让老朽判断出谁是凶手，然后禀明皇上。于是为了自保，你先将与你和睦的赵将军害死，这样一来，就没有人知道你的计划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转移到老夫身上，最后再来一招贼喊捉贼，让老夫死无葬身之地。精彩，真精彩啊！让末将无言以辩。好，周大人，我欧阳昊天向来认为你是德高望重之人，平日里也敬你3分。既然你认定我就是凶手，如若我今日就要了你的命，那就是承认了罪状。我欧阳昊天不怕死，可我更不愿意被小人诬陷。周大人，那就看看咱们2个谁是天王的下一个目标吧。到那个时候，所有的真相就都清楚了。告辞。将军，就算到最后我们4个人都要死，为了皇
个傻大个，别看他力气大，估计脑子不好使，我看他不行。那个周大人呢？周大人一看就是个老江湖，要说他是凶手的话，我还真信。不过你看他都一把年纪了，哪来的力气杀人啊？那你觉得李婉清像不像凶手？少爷，这个我敢跟你打赌，绝对不是。婉清姐姐那么漂亮，人那么好，怎么会是凶手呢？问你也不爱问。少爷，我觉得婉清姐姐是被冤枉的，都1个晚上了，这天气柴房肯定特别冷，她身上还有伤，一定特别难熬。要是明天日落之前你再抓不住那个凶手的话，她是不是就要被……哎，少爷！欧阳将军，啊，怎么会飘着？是不是见鬼了？不，是琴弦。这不是我的琴弦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拿刀来，扶着他。他的身体已经僵硬了，初步估计应该死了有2、3个时辰了。还有他的脖子上面有明显的勒痕，初步估计应该就是被这根琴弦勒死的。阿弥陀佛。陛下，欧阳昊天是自行了断。不错，这个是欧阳昊天的字迹。既然他不承认赵双全和张继鹏是他所杀，陛下，我想这个案子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。我的妈呀，总算破案了！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谢王母娘娘大人意。看得出来，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。当然，我破过的案子都比这个大多了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每天不吹牛，会死吗？哎，你还看什么呀？真相都已经出来了。还没有。等等，他不是自杀。怎么会呢？不是留有遗书吗？是不是王大人？如果一切都是伪造的呢？这话怎么讲？如果欧阳将军是自杀的话，他悬挂的高度应该跟这个凳子是一致的。但是大家应该注意到，我刚才把欧阳将军放下来的时候，他悬挂的高度远远超过了这个凳子。还有，欧阳将军生前我看过他的剑法，他是左手持剑，就是说他是左撇子。但是砚台在这边，左手拿笔，右手是砚台，那其实陛下，还有，您看这遗书，有没有觉得奇怪？欧阳将军是个武将，文笔
个自杀的假象。是。陛下，就算是他杀，欧阳将军武功高强，怎么那么轻易的能从后面把他勒死呢？难道是天王的诅咒？持国天的诅咒？周大人，这世上根本不存在诅咒。那究竟是谁呢？有人可以，因为那个人一直跟欧阳大人在一起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有可能。看这个佛龛，供着2尊佛像，2盆水果，但是有3个杯子。中间这个杯子没有香灰，而且有茶味。这个杯子应该是放在这里。那如果按你这么说，房间里的确是有第2个人在，那他藏哪儿了？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杯子藏到那边呢？是为了让我们以为死者生前就是一个人，所以伪装成了自杀。只要在茶叶里先下药，要杀死欧阳将军，可是易如反掌啊！难道真的是？不是我。凶手不是明空师太。对，能和欧阳昊天平起平坐一起喝茶的人，绝对不是明空师太，这于理不合。能把欧阳将军吊上去的，肯定是一个武功高强之人，要不然就是一个身材高大有力之人。明空师太身材既不高大，也不会武功，所以不是他。哎呀，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那凶手到底是谁啊？快说啊，大家着急呢。别吵嘛。其实杀人凶手就是你。我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和欧阳将军无冤无仇，我凭什么要杀他？哦，真的无冤无仇？怎么我听说昨天你和欧阳昊天在屋里争吵，欧阳昊天威胁要将你杀死，不知道有没有此事？周道，可有此事？如实招来。皇上，确有此事。于是你想先下手为强，既然欧阳昊天心中起了杀意，不如1不做2不休，先将他杀死。所以你借由赔礼道歉为名来找欧阳昊天喝茶。欧阳昊天是一介武夫，对于这种吵嘴的小事情不会去计较，于是放松了对你的警惕。很好笑吗？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只可惜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假设。证据呢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欧阳昊天就是我杀的？他死的时候，在场所有人都有机会可以杀掉他。怎么了？证据？你知不知道，当你潜入明空时代的房间偷琴弦的时候，你丢了一件可以证明你身份的物件？什么？就是这块玉佩。
取不下来呢，还是不能取下来呀？那我来帮你。其实这块玉佩根本就不是你的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逼你自己拿出证据来。当时你用琴弦勒死了欧阳将军，由于用力过大，把自己的手指头都勒破，然后伪造了遗书，不小心把墨水弄到手上。当你发现的时候，墨水已经进入你的伤口，所以想洗也洗不掉了。周大，这可是事实啊！陛下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。自从赵守全死后，我就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的，我们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杀了欧阳昊天，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，不会，绝对不会放过我的，因为他要守住他的秘密，守住属于天王的秘密。天王的秘密？周大人，那天王殿里面究竟隐瞒着什么？贞观元年，乱世初平，蒙先帝胡乱，刚升任为工部侍郎，便奉命和张金榜一起主持翻修感业寺的事务。就在那里，我们认识了当时还是禁军左右神策重业的欧阳昊天和赵双全，被他们护送来的还有一对丫鬟妃子。开始并没有什么，但当二人得知我们主持翻修感业寺的时候，便显得格外紧张，匆匆和我们聊了2句便离开了。我没觉得什么，很快就把此事忘了。可是就在第2天晚上，我二人正在厢房算账。好大的胆子！他们为了灭乱，想私吞修缮馆，就拿我们去见皇上。我们二人并不害怕，可是想到二人是先帝的亲信，心中甚是害怕，于是只好向他二人苦苦哀求。终于，赵双全答应不向先帝告发此事，但是要我们拿出修缮馆的一半与他二人平分。继续。我二人当然是不肯答应。重修感业寺的钱1分1毫都不能乱动，更何况与他二人平分，到时候重修费不够，胡乱完事，先帝是要怪罪下来的。可是欧阳昊天却说：“这天王殿推倒重来，岂不是浪费？我教你个办法，不用重塑，仅在外墙重新刷漆，给佛像涂上金身，保准跟新的一样。”哎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可是他们二人走后，我感到很诡异。偏偏欧阳昊天提到天王殿的翻修，难道在天王殿中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我将我的疑惑告诉了张侍郎，于是我二人决定夜探天王殿。我记得那天是一个雨夜。
大人、张大人，你们二位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二位大人，我们都为皇上办事，我们不想节外生枝，只可惜二位大人知道的太多了，对不住了。前辈，皇上亲派的2位侍郎在感业寺失踪，这样大的事情，皇上如果派人追查下来，欧阳大人，事情的后果你不会不知道是吗？你敢威胁我？岂敢！我二人现在和2位将军在同一条船上，唇亡而齿寒，何苦呢？不如这样，我们各自退后一步，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如何呀？我二人死不足惜啊！倘若皇上派新人来追查此案，这佛像下面的秘密，恐怕也是难保吧。是啊，欧阳大人，大不了从此以后，我二人绝口不提感业寺之事。你办你的工，我们做我们的事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周将军，我这也不是个傻子，这宫里的事，岂容我们外人知道？我们躲还来不及呢，还能到处去说呢？将军。之后，我们4人歃血为盟，一起此事，否则就如同那天王座下的尸体一样。一晃，20年过去了，我以为此事也会像天王座下的尸体一样，随我们一起埋进坟墓。直到我发现了这个。我知道，我们4个人里，终于有人熬不住了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，我便得知陛下要到感业寺礼佛，玉花重金，重塑金身。我生怕20年前的事情败露，于是毛遂自荐，随陛下一同下到感业寺。现在想来，这一切都是欧阳昊天的阴谋。其他2位大人想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吧？果真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啊！师太，我在这佛门清净之地犯下如此污秽之事，实在惭愧得很呢。阿弥陀佛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何时了？色空空色，色色空空何时消？周施主，观一切有为法如实相。所谓无常、苦、不净、不久住，刹那生灭，非为前即生，非为后即来，非为现在住。天女散花，花不沾衣。周施主，放不下的只有你自己呀。如果欧阳昊天和我能早日受到师太这般指点，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了。阿弥陀佛。王大人，我们走吧。来人，在，把周大人押下去。周大人，我想知道埋在天王底下的那4个妃子究竟是何人？不知道，现在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狄老弟，有些事情不知道，总比知道好。这就算我的教训吧。少爷，舒服不？舒服。痛快不？这里痛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你们两个能不能安静一点？二宝，这个东西你从哪儿拿来？这是我从草丛里捡的，上书归他了。哎，少爷，你这回可帮皇上破了一个大案，你说他会不会一高兴赏你个官做呀？想得美呀你！本来就是啊，论功劳，你总比那个解藏头诗的大吧？找死你！
贴在一起，有机关吗？好像是，可这个跟案件有什么关联吗？哎呀，我说你们别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？感觉什么都跟案件有关联。不过你说那个张大人也真是的，人都要死了，还吊什么书袋写什么诗啊？有时间抒发情感，就没时间逃命啊！哎，二宝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们别老疑神疑鬼的，不是这一句，最后那句。最后，我说他有时间抒发感情，就没时间逃命吗？错了，全错了。什么全错了？好听，这都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为什么把这一点忽略了呢？这案件还没结束，什么意思？二宝，知道。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案子。在第一个案子里，左将军赵双全死于密室。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有不在场的证人，除了张金鹏。但现在已经知道他不是凶手。在第二个案子里，死者称自己知道谁是凶手，但在指认凶手之前却被杀了。在这个案子里，凶手利用夏和警力制造了不在场的证人，延迟了杀人时间。在这个案子里，我们所有人都有杀人可能。然后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蕴含凶手名字的藏头诗，我们就确定凶手是欧阳昊天。可是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但是我们即将逮捕欧阳昊天之前，他被周道所杀。而周道杀欧阳昊天的理由，就是猜到他是前几次凶案的凶手，为求自保，把他杀了。你们看，有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？我知道了，是欧阳昊天。对，就是欧阳昊天。当所有人都指认欧阳昊天是凶手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。不是有藏头诗吗？就是这首藏头诗，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，让我们忽略了案发现场留下的疑问。在第一个案子里，当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时，凶手如何杀人？在第二个案子里，所有人都有杀人可能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确定凶手？那你的意思是质疑我的推理，认为我解读的藏头诗有错了？不是，你解读没错，关键在于藏头诗本身。藏头诗本身怎么了？我在想，张晋鹏留下的死亡血迹，是不是本身就是个陷阱？怎么可能？那首藏头诗绝对是张晋鹏亲手所写的。问题不在于诗是不是他亲手所写，而是什么时候所写。这个问题是二宝刚才提醒我的。对，你不是嘲笑张晋鹏有时间写诗，没时间逃跑吗？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有人要杀你，他会不会站在一旁等你写完诗再下手？这么说，之前周导演说，第一个被杀后，他就猜到凶手就是欧阳昊天。周导如此，张晋鹏也可能如此。这么说，这首诗并不是看见凶手后传递给我们的死亡信息，而是死者对凶手的一个猜测。赵双全被杀后，张晋鹏也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杀，于是约我见面。他怀疑欧阳昊天就是凶手，所以匆匆把他的名字写成藏头诗。
不料他这举动被暗中监视的凶手发现了，真凶将计就计，赶在张晋鹏与我见面之前把他杀掉。省点力气，让他们先折腾，不要擅自行动，等一切原形毕露再做决定，要不迟。是，主上。去吧。前案子有关的人，现在只剩他。若不揭开妃子的死亡之谜，天王杀人也不会结束。可是他是个疯婆婆，而且他说的话，疯子说的话才能相信。那狄公子还是自行前往吧。不行，我只跟你说，你必须去。哎。
婆婆，别杀我！不要怕，是我，别杀我！老婆婆，别怕，我是婉清的朋友，我们之前见过。婉清，是婉清的朋友，婉清好，婉清好。老婆婆，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有关于天王。天王？对，就是天王殿里的天使。天王殿里的天王会杀人的，外面的人杀掉，杀了，杀了，我看见了，把头砍了下来，杀了，都杀了。陪葬品，陪葬品，你们都是陪葬品，是诅咒，都得死，你们都得死，你们这帮贱人！反抗天王的人都得死，都得死！那谁是反抗天王的人呢？嘘，不说，不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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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啊！婉清，婉清，你怎么了？谁？梦瑶，婉清怎么样了？你摇什么头？我问你她怎么样了？呼吸和脉象都是正常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醒不过来。那她还要睡多久啊？幸运的话，1-2个时辰应该就能醒。如果说不幸的话，小虎，你去哪儿？小虎，你干嘛呀？让他惊醒。
嫌弃他粗鲁。晚辈不敢，只是想打听一下赵将军的身世。你是说赵双全？其实老夫很佩服他，这个人很不简单，颇能审时度势。他和欧阳昊天原本是尹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小小的府兵头子，原本在仕途上毫无前途可言。不料，在玄武门一役中，二人突然倒戈，背叛了李建成，拱手交出东宫，使得先帝兵不血刃，拿下了太子府。从此一战，二人成名，突然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先帝的亲信。从此以后，仕途平坦，步步高升。这么说，欧阳昊天和赵双全是李建成的旧部，确实如此。
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，杀赵将军跟张大人的，就是他。狄仁杰，你把大家都叫到这个房间来，到底是想玩什么把戏？回禀陛下，我想在此解开赵大人被害真相。王兄，其实凶手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机关，大家请看这里。这是什么？大家可以把这个人偶想象成赵双全大人，凶手就是先用迷药把赵双全大人迷昏，然后再把这把剑架在这里，可以刺到他颈部的位置。凶手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呢？就是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明。梦瑶，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？我记得当时我们听见房间里有东西撞碎的声音，后来我们几个人跑到赵大人的房间，可是房间里面除了已经被杀害的赵大人，什么人都没有。没错，我们一直以为凶手在杀人时不小心打碎了陶罐，所以我们把陶罐破碎那一刻拥有不在场证明的人都排除在一凶之外。但实际上，陶罐破碎之时，凶手已经不在场。什么？凶手把迷昏的赵大人搬到这里，又用小鬼固定了道具，等时辰一到，陶罐就会自动落下。可是怎么才能让这个陶罐落下？凶手用了一件很简单的东西。梦瑶，我为大家准备了杨梅汁。杨梅汁，这不对，是冰，难道？周太傅好眼力，没错，就是冰块。凶手把冰块放在地上，在上面放一个木棍，再加上陶罐。等冰块渐渐融化，就是这样。冰融化之后就变成水，所以我们来到现场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些奇怪的水迹。可是照你这么说来，任何人都有可能设立了机关，害死赵大人。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此话怎讲？我一直没有解开这个机关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感业寺有冰窖。可是今天明空师太送来杨梅汁，我才发现这个秘密。冰在此地很珍贵，感业寺里面只有4个人可以自由进出冰窖，那就是明空师太、眼文师太、慧元师太，还有李婉清4人。依你的说法，这个凶手就在这几个人之间。没错，少爷，您错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师太们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。婉清姐又那么温柔，那么漂亮，怎么会啊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这个机关有小小的瑕疵，就是凶手杀人之后又赶回来冒险收回道具。收回道具？少爷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？对，还有小鬼。凶手一定要在杀人之后冒险回来收回道具，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。所以，凶手一定要装着是第一个看见尸体的人。
赵施主，赵施主，死了！阿弥陀佛，快叫人去！是，快去啊！你用行动不便为由，叫眼纹师太去叫人。这时候，你快速进屋，把小鬼、木棍跟冰块收掉。本来你想把水迹都抹去，但是我跟元芳已经来到，不得已，你只好将水迹留在地上。师太怎么可能杀赵大人？不可能的。再说，当时我也没看到泥塑小鬼啊。眼纹师太，你仔细想想，是你没看到，没留意到，还是被吓到根本没去看？真的记不清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陛下，一定是弄错了。师太她身体不好，腿脚也不方便。就算第一个案件她勉强能完成，那第二个呢？再说，婉清被一个黑影打倒，凶手又逃走了。以师太来说，她根本不可能做到的。对呀，这泥塑小鬼是从何处寻来？怎么就见得他是凶案现场之物？狄仁杰，这2点你如何解释啊？陛下，泥塑小鬼是我家家仆2名在感业寺后院发现的。本来我以为是普通的玩偶，没有在意。但是元芳兄意外发现2个小鬼可以背靠背贴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跟案件相关联。我想，应该是凶手销赃不及时，意外留在藏中。还有第2个疑问，就是如果桂圆师太真的是双脚不方便的人，那只有天王才可以杀人。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；见有理远，空空者矣。空即不空，空亦复空。哎，你不说人话，是不是会死啊？就是我们太过执着眼前看见的东西，所以没法了解事物的本质。荒谬！你的意思是，师太一直在装瘸子？不会的，这不可能。慧媛师太的脚在10多年前就坏了，一个人怎么可能？确实，一个人怎么可能花1辈子时间去装一个瘸子呢？舍弃自己真正的生活，把真实的自己包裹起来，在其他人面前永远去扮演另外一个角色，确实不易。如果换作是我，肯定不会成功。这种牺牲非常人所能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想有所得的话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舍。有舍就有得。慧圆师太，我说的没错。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就算他想杀人，他也不一定非得装成瘸子呀。正好相反，如果想完成天王的复仇，这个假扮是有必要的。为什么？就只有他是杀害前面2位大人
杀人之后，堂而皇之的把陶罐带出去，这个跟之前案子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能做到这点，就只有慧远师太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看师太，他连走路都那么不方便，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事儿？正是因为慧远师太的腿脚不方便，携带一个陶罐不容易被人发现，才有了这种可能。二宝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二宝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一般双腿正常的人要带这么一个陶罐，不被人发现基本上是没可能的。但如果是一个双腿不方便的人，少爷，我快忍不住了。你先过来。如果是一个正常人这样走路的话，肯定会有人跑过去问他：“你的腿发生什么事？”当你靠近的时候，就会知道他是在耍一个把戏。他穿着这么宽松的袍子，其实就是在掩盖把戏的真相。少爷，我腿都麻了，麻烦您快点儿。放下吧，放下吧，放下吧。一般人要像二宝这样夹住陶罐走几步路都有困难，所以这事一定要长时间训练。在这里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，他就是慧元师太。可是，师太为何要杀那4位大臣？他和他们无冤无仇啊！真的是无冤无仇吗？这凶手无论如何都要用4大天王的传说去杀人，连被抓的周道也不放过，还有杀害了无辜的老婆婆，还伤了李婉清。难道慧元师太与20年前发生的妃子失踪一案有关系？为了报仇，所以杀死了赵双全等4人。可是，师太是贞观2年才来的本司，离妃子失踪案已经都过了1年多了，这在庙志上是有记载的。师太怎么会和妃子有关系呢？如果无关的话，他怎么会杀害知道真相的疯婆子？胡说！师太平时对老婆婆最好，这不可能的。你说师太杀人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就在师太的身上。当时我跟李婉清去到后山找老婆婆，但是被人跟踪和偷袭。我跟这个人交过手，彼此都伤了对方。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，师太，你右肩应该活动很困难吧？师太，得罪了。面孔师太，能否请您检查一下慧元师太的右肩？是。好了，你们就不必难为明空了。没错，这几个人都是我杀的。不会的，师父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赵双全他们？我是谁，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死得异样，他们都该死。我心足矣，又有什么可说？可是他一向以慈悲为怀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啊？我想，慧元师太是为了武德9年那场血案复仇吧？没错，20多年前6月初4，陛下和明空师太尚且年幼，我跟元芳、孟瑶还没出生，所以对这个日子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几位长辈应该对此事还历历在目吧？你说的可是玄武门之变？没
是让我把案子跟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，是王师傅。我那天我问你关于赵将军的身世，你这样提醒我。据说赵长全，他和欧阳昊天原本是尹太子李建成府中小小的府兵头子，在玄武门一役中，二人突然倒戈，背叛了李建成，拱手交出东宫，使得先帝兵不血刃拿下了太子府。这又如何？陛下，我想请问，宫中的嫔妃为何会送到感业寺？这一般而言，按宫里的规矩，若是王室有人去世，那些没有子女的嫔妃便会送到寺院、道观或者宁国安住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记得贞观元年是先帝太宗头一年登基，对吧？是。那玄武门一役之后，既不是高祖的嫔妃，也不是先帝太宗的嫔妃，那么贞观元年送来感业寺的是谁的妃子？难道是那个既有皇族身份又意外去世的人，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当时的皇太子，在玄武门之变中被先帝亲手处决的李建成。赵昌全和欧阳昊天当年本来是李建成的部下，但是由于玄武门一役之中临阵倒戈，成为了先帝的亲信，跟随了先帝。之后，先帝叫二人护送李建成的遗孀来到了感业寺，这自然也是合情合理。我说的对吗？慧远师太，不，应该说是当年的太子妃娘娘。王施主，你抬举我了。我何德何能成为王子的王妃呀？太子妃早在20多年前已被欧阳昊天那小子给残害了。那你到底是谁？你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谁了。你是李世民的儿子，你怎么会知道当年他在玄武门干下的好事？放肆！竟敢直呼先帝的名讳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多好，且慢。先帝，李世民，他杀兄弑弟，逼夫屠侄，这等无情无义的人，居然也配叫做先帝？当年，要不是他用他那肮脏的双手亲自射杀了皇太子李建成，现在坐在龙椅上的，不是你晋王李治，而是安王李成道。大胆妖婆，竟敢如此放肆！把他押下去，立即处死！且慢，陛下，还不说完。我生在并州的薛家，家里世代从戎，为高祖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武德5年，我跟姐姐同时被选入宫，蒙太子李建成的恩宠。姐姐被选为良缘，而我则成了东宫的女官。本以为呢，从此可以过上好日子，谁曾想，武德9年的6月初4，李世民他血洗东宫，小太子被欧阳昊天射杀，我也被他砍伤。幸亏尉迟景德及时赶到，竭力劝阻。姐姐才留下一命，躲过一劫。数月后，我被没入东宫，成了李世民的宫女。而姐姐她和另外3个人，因为是太子的妻妾，就由赵双全和欧阳昊天一起押往感业寺出家为尼。就在我们分手的那一天，姐姐她悄悄地告诉我，怀了太子的孩子。当时姐姐原本想誓死保住太子的唯一血脉，可是李世民他是一个何等的残忍之徒，说是把他们送往感业寺出家为尼，只不过是为他在宫外行凶杀人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。1年以后，大批宫女被遣出宫。我来到感
了下来，死了，杀了，全杀了，死了，都死了。后来我到处打探姐姐的尸体未果，那个时候恰逢周道和张进鹏奉旨修缮感业寺，可是我却发现别的店里的佛像都被重新塑造。独这天王殿里的4大天王，只是被重涂了金身。当时我就预感到，这里面会有问题。之后，你就在天王座下发现了姐姐的尸体。没错，尸体虽然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子，但我还是从他手骨上的手镯，我认出了他。当时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为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报仇。欧阳昊天和赵双全得死，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周道和张进鹏也得死。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再回感业寺的，我就在这等，还真让我给等来了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没想到他们4个人居然会自相残杀。我遗憾的是，没有亲手杀了欧阳昊天。这看来冥冥之中还是自有神助的，这就是报应不爽啊！错了，没错，这就是报应，这是报应，这是佛菩萨的旨意，他们都得死，他们该死啊！老婆婆该死吗？李婉清应该受伤吗？你为了报仇，伤害无辜，这也是菩萨的旨意吗？李婉清到现在还没醒。你给我住嘴！李世民的后代，你给我拿命！媚娘，出家！媚娘，你没事吧？媚娘，明空，你这是为何？媚娘，来人，将他拿下！陛下，媚娘。